这是把日本骂得最狠的一部短片，名字叫做《屎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从东京最肮脏的下水道里钻出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，紧接着他就在大街上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破坏，抢走别人还剩一半的香烟，抽2口直接扔进了路过的婴儿车里。看到拄拐的残疾人，冲上去薅走人家的拐杖，导致对方直接跪在了地上。而走着走着又撞见捧着菊花的年轻人和一个刚取完钱的上班族，他们手里的东西是这家伙最喜欢的，于是粗暴的抢过来，二话不说就往嘴里塞。吃着吃着又发现2个女孩对着他拍照，这下更不得了了，直接暴露了本性。以上的每一个操作都是讽刺，现在看不懂没关系，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挨个讲解。咱们先看剧情。在大街上祸害了一番之后，这个肮脏丑陋的家伙又重新钻回了下水道里，但他干的那些事儿加上奇怪的外貌、夸张的步伐，给群众带来了不小的恐慌。他们都以为这是个下水道里的怪物，但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怪物马上就会震惊全日本。在下水道的最深处，男人发现了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战争遗骸，锈迹斑斑的坦克，墙上刺眼的军国主义标语，一块像姨妈巾的破布，一件肮脏的军大衣，最后还有几箱未使用的手雷。他拿起一颗舔了舔，然后拉开引线往后一扔，瞬间就引发了爆炸。而这也让他想到了好玩的事儿，于是再次从下水道出来时，日本人可就倒了大霉。没错，他把手雷全带了出来，刚好这时候还是东京的晚高峰。男人见状，立刻爬到人最多的天桥上，然后一颗接一颗的拉开了手雷的引线。这场造成数百人伤亡的袭击让全日本瞬间陷入恐慌，政府出动上千警力和特种部队对下水道系统展开拉网式搜索，最终在地下洞穴深处活捉了正在熟睡的他。民众走上街头，举着处死恶魔的标语，要求立刻执行死刑。但在此之前，官方得先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。可让人头疼的是，男人稀里哗啦说着一口怪话，全日本没有一个人能听懂，所以只能向全球发起求助。可得到的结果更离谱，美国人说他是恐怖分子，俄罗斯老太太说他是失散多年的儿子，日本牧师说他曾是个教徒，北欧人说他是 AV 演员，但这些话没有任何证据。一时间，男人的身世成了谜。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时，法国有个叫弗兰的律师突然出现，声称能听懂他的语言。更诡异的是，2个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同款发型，同款胡子，同样瞎了只眼。于是政府就把弗兰请到了日本，而弗兰为了证明自己没撒谎，先是对着男人做了些奇怪的动作，就像跳大神一样，嘴里还喊着类似嘎嘎伊嘎斯的咒语。神奇的是，男人见状还真有了回应，于是弗兰便顺理成章的成了翻译官。他告诉政府，这个怪人叫梅德，而这个单词如果换成法语，那么就是屎的意思。不过这些并不重要，因为只要能在法庭上让他承认自己的罪，给民众一个交代，最后判了他死刑就行。而庭审当天全程直播，当法官质问梅德为何伤害无辜时，他通过弗兰说出的话彻底激怒了所有人。他毫不掩饰对日本人的极端仇恨，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义的，甚至还说Et parmi tous les gens, les Japonais sont vraiment les plus dégoûtés. 此话一出，已经没了再审问的必要，法官直接判了他死刑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时，东京街头却出现了一群梅德信徒，一部分人坚决要求处死他，另一部分人却把他当成反抗社会的精神偶像，模仿他的妆容举止，制作手办，成立梅德教会，还要求政府立马放了他。因此两派爆发激烈冲突，东京再次陷入混乱。直到3年后，梅德才被送上了绞刑架，并
并且全程没有任何废话，套上绳子，时间一到，脚下的踏板打开，梅德直接掉了下去，挣扎片刻便彻底停止动弹。法医仔细检查后，正式宣布梅德死亡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松了一口气，准备离开时，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梅德的胳膊突然开始活动，他扯下蒙眼布，露出浑浊的独眼，死死盯住天花板的通风管道。等所有人顺着他的目光抬头再回头时，绞刑架上已经空无一人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逃走的，但所有人都清楚，他一定又回到了那个黑暗的下水道。这部短片用一个荒诞的故事，把日本所有的遮羞布撕得一干二净。片名史不是低俗噱头，而是最直白的控诉。日本的侵略历史就是一坨屎，他们把它包装成国宝，供在靖国神社，写进教科书，告诉后代，谎称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。他们把这坨屎擦得锃亮，向全世界炫耀他们的文明和素质。但屎就是屎，再怎么包装也会发臭。而梅德就是从这坨屎里爬出来的蛆，他不是什么天生的恶魔，他是日本自己造出来的孽。下水道象征着日本刻意回避和掩埋的侵略历史，那些坦克、武器和军国主义口号从未消失，只是被集体遗忘。梅德就是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中滋生出来的，他是历史的复仇，是军国主义的幽灵，是几百万冤魂的化身。他吃菊花和钞票的行为是最精准的讽刺。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尊严，钞票则代表着日本战后引以为傲的经济奇迹。梅德把两者嚼烂吞下，就是在说这些东西在历史审判面前一文不值。和梅德长得一模一样的法国律师更是导演的神来之笔。法国是二战后第一个承认日本战后地位，第一个为日本洗白的西方国家。他替梅德辩护，就是西方替日本辩护。他们说着一样的鬼话，干着一样的勾当，本质上就是一丘之貉。而那些崇拜梅德的日本人暴露了日本社会的精神空虚。在压抑的消费主义社会里，他们失去了信仰和方向，只能通过崇拜极端暴力来宣泄不满，却不知道自己崇拜的是死亡，是在给自己挖坟。而梅德的不死和消失是最沉重的预言。绞刑架杀不死历史，只要日本不真正反思，不清算军国主义余毒，不停止参拜靖国神社，还在美化侵略战争，还在否认南京大屠杀，梅德就永远不会被真正杀死。他会一直潜伏在东京的下水道里，像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诅咒。总有一天他会再次爬出来，带着更多手雷，带着更多仇恨，向这个遗忘了历史的国家讨回所有欠账。以上仅是个人观点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大鱼，有缘再见。